家好，欢迎回到光电半导体元件的课程。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比较物理或者是比较抽象的一些解释了。我们要来介绍半导体能带图的说明和含义啊。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到这张图啊。这张图呢，其实我们之前呢其实是没有看过的。当然，我们在那个能带的说明的动画里面呢，可能有稍微看到过这个 EK 图哈。那我们还是来再一次的说明一下这张图哈，这个也是一个能带结构图。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能带结构图呢，其实是只画这一个部分而已。好，我们就说这个底下呢就叫做价电带，这个以上呢就叫做导电带。好，导电带和价电带之间呢，我们就叫做能系，叫做 band gap。好，那这张图呢，其实画的就是能量和空间中的关系。在空间中，比如说在这个点它的电子的能量能够填满，或者是能够到达的这个能量的一个状态。好，那实际上这张图呢，没办法去描述电子在半导体里面中的运动的状态。好，所以为了要了解电子在半导体中的运动的状态，我们通常就要看这个 EK 图。好，E 其实就是能量的意思。好，E 就是能量的意思，能量等于 h 巴 omega 或者是 h mu。好，这个 h 巴和 h 呢就是普朗克常数 ，omega 和 mu 呢其实就是这个频率。好，那这个 K 呢其实就是电子的波函数，或者叫做电子的波向量。好，电子的波向量，我们知道量子力学有一个特色，就是粒子的二象性。好，波粒二象性叫做波粒二象性，就是说我们常常在量子力学里面要把粒子把它用波动的形式来表示。波动的形式来表示。那在波动的形式的表示里面呢，我们通常用这个 exponential j k dot x 减掉 omega t 这样子的一个波函数呢来表示。那其中这个 k 就是这个 k 就叫做波向量或者是波数。波数我们叫 wave number， 它所代表的意思呢，其实就等于2π除上电子的物质波的波长。那这个 omega 呢，就是这个 omega， 就是它的振动的频率，就是振动的频率，然后再乘上一个它的这个振幅，振幅。那为什么我们要看运动，电子的运动要看 EK 图呢？那实际上根据量子力学，我们知道物质波的观念。我们知道物质波的动量跟这个 K 呢是成正比的，它基本上就是 P 等于 h 巴乘上 K。所以呢，我们知道了电子物质波的 K， 其实就等于知道了我们电子物质波的动量。所以这一张图呢，实际上就是去看电子的能量和动量的关系。能量和动量的关系。那怎么样看电子的能量和动量的关系呢？我们如果举这个自由电子为例，自由电子它不会在自由的空间中传递的时候呢，不会受到位能的束缚。所以呢，它的能量基本上 E 呢就等于什么？1/2 mv 平方。那我们如果把这个上面的 m 呢多乘一个，变成 mv 的平方除上 2m， 那是不是就等于 p 平方除上 2m， 对不对？所以电子在自由空间里面能量和动量的关系是什么？就是我们叫做 parabolic 的 relationship， 就是二次相的关系。parabolic 的我们叫做 dispersion relationship。它们之间的动量关系，能量动量关系基本上就是这个平方关系，就是平方关系。所以我们如果知道了电子和这个动量之间的平方关系的话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求出来电子的质量。求出来电的质量。所以在这里面的这些曲线其实就代表了电子的能量和动量之间的关系。所以呢，电子在这个能量的时候呢，它的动量呢一定要是它；电子在这个能量的时候呢，它的动量呢一定要是它。
好，那电子呢不能够存在在这个区域里面，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 forbidden band。电子可以存在在这条线上的所有的这个线，分别就代表了不同的能量，当然就对应到了不同的动量。相对的，电子可以存在在这条线上面，它有不同的能量，也就会有不同的动量，但是这些能量是可以是连续的，但是在这里到这里之间就不会有能量和动量的关系。好 ，OK， 那么如果我的电子最低，就是我把所有的电子填到这些连续的能带里面的最高点就填到这里，那这以下就叫做价电带，这以上就叫导电带。好 ，OK， 所以简单的来说明的这个能带图呢，就是 EK 图呢，其实就是要来说明电子的运动的行为。好，所以在这个 band structure 里面，我们可以得知有可存在的 band、allowed energy band， 或者是 forbidden band。好，那当我的电子填的时候呢，就会填满价电带，好，就会填满价电带。那么价电带的最高点，我们就叫做 EV， 导电带的最低点，我们就叫做 EC， 我们叫 EC。那么 EC 减 EV 就叫做能系 （energy gap）。在能系之间，电子是不能够存在的，好，除非我们有缺陷或者是杂质在里面。好，也就是说，这个 band 的形成呢，是由纯粹都是相同的原子排列形成周期性的晶格所形成的晶体。好，在晶体里面，我这个电子的运动的行为可以由这个 band structure 来表示。它具有特定的 band gap， 它具有特定的 conduction band 和 valence band， 它具有特定的 EK dispersion 的 relationship。OK， 那当然，如果我们把这颗原子把它换成另外一颗原子，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杂质或者是缺陷破坏了这个晶格的完美性的时候，当然我们计算出来的这个能带呢，可能就不完美，它常常就会在能系之间产生一个能阶出现。OK， 那这些能阶呢，通常就是由这些缺陷和杂质所引起的。好，这是第二个它的含义。第三个含义呢，就是这一个能带的结构这个结构其实它具有方向性。然后呢，它跟晶体的种类是有关系的，所以它具有方向性。然后呢，它跟晶体的元素构成的种类有关，所以就会有所谓的直接能系和间接能系的结构出现。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直接能系和间接能系的差异还有定义是什么。直接能系和间接能系的 EK 图呢，长得不一样。直接能系我们通常都说它的导电带的最低点和价电带的最高点都在 K 等于0这个位置上面，就是动量等于0的这个位置上面。这个位置呢，通常我们就叫做伽马点，伽马点，这个就叫做直接能系。那间接能系是指说导电带的最低点和价电带的最高点不在同一个 K 上面。这个呢就叫做间接能系。这个就叫做间接能系。所以有一些材料是直接能系，比如说像砷化镓、磷化铟，这叫直接能系。有些材料呢，它是间接能系，比如像 silicon、germanium， 实际上它们的晶格长得非常非常的类似，但是因为填入不同的原子，就会造成我的晶格的形态呢会完全的不一样。OK， 好，那晶体，那这能带图还跟方向有关，就是能带的结构呢还跟方向有关。那这个方向呢，其实就是指这个 K 的方向，也就是说电子假如我今天是一个比较不对称的晶格，我的电子往这个方向走，和往这个方向走，和往这个方向走，所看到的原子之间的间距是不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可以就去想象，那它所看到的电子运动的状态会不一样，它们的 dispersion 的 relationship 呢，当然就会不一样。
那我们来去描述这个电子因为晶体本身是一个对称的结构，是一个非常对称的结构。我们去看它运动的方向呢，通常都可以用对称性来看它。那这个对称性呢，通常会把它转到导翼空间去看，我们叫做 reciprocal space。这个导翼空间呢，其实就是 K 空间的意思。也就是说，晶体的排列在时空间里面，我们要把它转到 reciprocal space。那这个 reciprocal space 的大小呢，基本上就是由 K 来决定的，由 K 来决定的。因此，不同的晶格种类，比如说 simple cubic， 或者是 FCC 的晶格，或者是 BCC 的晶格，或者是 hexagonal 晶格，它所对应到的导翼空间呢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晶格的情况底下，比如说 FCC 所算出来的这个 band structure 呢，各位可以看到是相当的复杂。这个呢其实还不是最后的就是能带结构的最终解哦，这只是一个近似解而已。那这个近似解呢就相当的复杂。那重点其实就要看底下的这一行，这个当然就是指能带啦，能量的意思。那但是这一行呢，各位可以看到有非常多奇怪的符号。那这些奇怪的符号呢，其实就是代表了电子往不同方向的行进而已。所以呢，伽马点就代表了我的动量是0这个点 ，P 等于0。那往 K 方向就是往这个方向行进，往 L 方向就是往这个方向行进。往 X 呢就是往这个方向行进。只是行进方向不同，我们所看到的 band structure 呢就会不同。所以晶体中，因为我的结构方向不同，或者是我电子行进的方向不同，其实它所导致的能带呢的形状呢也会不同。那就像再举这个 silicon 和砷化镓为例，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 X 轴都是指电子能量，各位要注意哦，电子是带负电的哦，所以电子的能量越往上越高的话，那如果说我们以带正电的电动来看的话，就会越往下能量才是越高的哦。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到的一个事情。那么它从伽马点就是 K 等于0这一点往100这个晶面或者是晶格的方向走，它就是往 X 方向走；往11这个方向走，它就是往 L 这个方向走。所以这个 L 只是一个代号而已，方向的一个代号而已。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conduction band 长这个样子，它的最低点呢不在伽马点上，它的 valence band 的最高点呢在伽马等于0上面。所以呢，我们从这一点减掉这一点的能量差是 1.1 个 eV， 作为 silicon 的能系。同时呢，这两点的能量差呢，就为它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不在同一个 K 值上面，所以呢，它是一个间接能系的材料。那相反的 gallium arsenide 它的 conduction band 的最低点在这里， valence band 的最高点在这里，所以它是一个直接能系的材料。那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band structure 呢相当的复杂，也跟方向有关。往 X 的方向，它的这个半径呢长这个，它的这个曲率呢长这个样子。往 L 方向呢，它的曲率呢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这个对我们在做计算上面呢是非常的困难的，非常复杂的。所以呢，科学家呢常常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来去解释，或者是来去表示，在伽马附近，就是伽马在 K 值非常小的情况底下，我可以用一个我们叫做 parabolic band approximation 来去近似电子在那附近的运动行为。我们假设电子在伽马点的运动，非常近似自由电子的运动。我们刚刚提到了自由电子的 EK 的关系式是 E 等于 P 平方除上 2m 嘛，对不对？那因为 P 又等于 h bar 乘上 K，
所以 E 就等于 h bar 平方 k 平方除上 2m。那记得这个是电子的静，就是自由电子的能量和 k 之间的关系式。好，那我用电子的静止质量来代表它的运动的特性。但是我们知道这一些 EK 的曲率，它不一定能用电子的静止质量来表示，所以呢，我们就用所谓的等效质量 （effective mass） 来表示在某一些特定的能带，在伽马等于0这附近，它们的等效质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而且有用的一种方式。那同时呢，我们也假设它在不同方向上面，它的曲率呢几乎是很接近的。好，所以呢，我们在 x 方向上、y 方向上、z 方向上都用相同的等效质量来代表它。因此，不同的 band 就会有不同的等效质量。好，所以呢，像以砷化镓为例，我们就会有4个 band， 一个在 conduction band， 3个在 valence band。好，那这3个 valence band 分别就称为我们叫做重电动 heavy hole， 轻电动叫做 light hole， 还有一个 split off 的 hole 我们叫做 SO。 好，那重电动顾名思义就是它的等效质量比较大，轻电动顾名思义就是它的等效质量比较小。所以我们通常去判断等效质量大小，从 EK 图上面呢，其实就可以看得到，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开口比较小的时候，它所对应到的等效质量呢比较小。当我们看到这个开口比较大的时候，曲率比较小的时候，它的等效质量是比较大的。好，那为什么这个电动就是 valence band 的这个 band 呢会分裂成3个不同的 band 呢？主要就是因为 valence band 是在砷化镓里面是以 p 轨域为主宰， conduction band 呢是以 s 轨域为主宰。好，那 p 轨域在不同的方向上面行进的时候呢，会有不同的效应会出现。所以呢，它在行进的时候呢，就会分裂成 heavy hole、light hole 和 split off hole。所以使用上面的这个 parabolic 的 dispersion curve 呢，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方程式来代表 conduction band 的 dispersion curve。好，就是从 EC 开始往上加 h bar 平方 k 平方除上 2m。然后呢 ，heavy hole、light hole 和 split off hole 呢，就是 EV 减掉这个 ，EV 减掉这个，然后 split off hole 呢还要再减掉一个我们因为这叫 spin orbital coupling 所对应的一个值，好，我们叫做 delta。好，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来去表示出不同的载子在不同的 band 上面它的运动的行为。所以应用这样子的一个等效质量呢，我们可以很轻易的来去表示不同材料的一个特性。像比如说砷化镓，它的 conduction band 的电子等效质量呢就非常的轻 0.067， 那电动呢就稍微重一点。那 gallium nitride 呢就稍微又更重了。通常 band gap 越大的材料它的等效质量呢也会比较大。那 silicon 比较特别，silicon 的电子的等效质量呢比较大，电动的等效质量比较小。那电子因为它具有不对称性，所以呢它在不同的方向上面呢会有不同的等效质量。那最后我们来看电子在 conduction band 和 valence band 里面的要签，它必须要符合2种条件，一个叫做能量守恒，一个叫动量守恒。所以电子从这里跳上去和这里跳下来，它必须要符合电子原本能量是 E1， 吸收了一个光子的能量等于 E2。那动量也是一样 ，P1 加上 photon 会等于 P2， 会等于 P2。所以我们把这个 P1 把它换成晶体动量，就是电子在晶体里面的动量，我们叫做 crystal momentum。那它就等于 h bar k1 乘上 k2。那 photon 换算成用动量来表示，就是 h bar 乘上 k photon。所以呢，我们把这2个式子呢把它带进去之后，我们就把 h bar 去掉，那其实它就变成了 k1， 就是电子在吸收光子之前的动量，或者是 wave number 加上 photon 的 wave number 会等于 k2。那这个 k1 和 k2 呢是属于 crystal momentum， 所以的大小呢大概是2拍除上晶格常数的大小。各位我们知道金格常数呢大概是5个 angstrom，
那可是光的这个 K 呢是2拍除上兰达，那光的波长呢大概是以绿光为例的话呢，大概就是5000 angstrom。这两个值呢，其实差异了1000倍，3个 order of magnitude。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光的动量，好，光的动量是远小于电子的动量的。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方程式啊，你可以把这个 photon 呢根本就省略掉。所以呢 ，K1 呢几乎会等于 K2。好，这个我们就叫做垂直耀铅的近似。也就是说，电子要跟光去做交互作用的时候，电子就会产生能阶上面的耀铅嘛。那这个耀铅呢，必须要符合垂直耀铅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才能够同时满足能量守恒和动量守恒的条件。所以其实换句话说，就是光子的动量跟电子来比的话，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也就是说，当电子和光子碰撞的时候，光子的动量呢几乎可以不用看，几乎可以不用看。所以电子在吸收光或放射光前后的动量呢会维持一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我们再回去看这个直接能系和间接能系的差异，就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差异，就是我们可以知道直接能系呢可以让在 conduction band 底端的电子和 valence band 顶端的电动直接做耀铅，而很容易的放出光子出来。可是呢，间接能系的材料，电子位在 conduction band 的最低点，但是它的 K 值或者动量值比较大，电动呢位于 valence band 的最高点。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以电动而言的话，带正电，所以越往这边呢能量越高，所以电动喜欢待在能量低的地方，那就是 K 等于0的地方。所以这两个之间呢会有一个动量差，这个动量差呢是没办法经由吸收光子或者是放射光子所提供的动量呢来弥补的。所以以间接能系的材料而言，你要做这种所谓的发光或者吸光的耀铅呢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怎么办呢？它就必须要用另外一颗粒子，我们通常说叫做深子 phonon 呢来提供这个动量守恒的条件。深子的特点就是它的动量大，但是它的能量小。能量小。那光子的特点就是它的能量大，但是动量小。所以它必须要由深子和光子和电子3个粒子碰撞，才能够产生光学的耀铅。那3个粒子的碰撞的几率呢是相当低的。所以 indirect band gap 这种元素型的半导体材料呢，通常是不容易发光的原因，就在于能量和动量不能够同时守恒。OK， 好，那我们简单的介绍了这个半导体能带里面的含义之后，我们接下来呢就会跟各位介绍半导体中的电子和电动的形成。OK， 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下次见，拜拜。